同学们好，今天我将与大家共同学习中医理论、阴阳学说这一部分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两组照片。我们来看第一组照片，这是什么季节呢？猜不到了吧？其实这是夏天。你们可能会想问，夏天有人吃西瓜，有人打赤膊，这是很正常。可为什么还有人穿着厚厚的衣服呢？那当然是因为冷了。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夏天有人会怕冷？那我们来看第二组照片，这个产品相信很多人都喝过，那为什么要喝呢？有人会回答说怕上火呀。那我们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有人会上火？上火之后呢，大家都可能会选择喝凉茶。那么凉茶能不能像茶那样去喝呢？为了解决上述的问题，我们需要用中医理论、阴阳学说来回答我们的问题。阴阳学说，我们将从阴阳的基本的概念、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间的运用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学习。首先是阴阳的基本的概念。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最早来自于《周易》这一本书。阴阳的最初的含义是很朴素的，它是指的日光的向背，凡是向日的为阳，而背日的为阴。以后引申为气候的寒暖、方位的上下左右，以及运动状态的躁动和临近。由此我们看出来，阴阳的概念其实是对自然界相互关联的事物和现象对立双方的概括，它含有对立统一的概念。古代哲学家用阴阳的对立统一的属性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之间的关系，这就是阴阳学说。那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有什么呢？它主要有四个方面，那就是阴阳对立制约、阴阳互根互用、阴阳消长平衡和阴阳相互转化。首先是阴阳对立，它是指的自然界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存在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比如上下、内外、寒热和男女等等。这种对立它是相互的。阴阳虽然是对立的，但又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够脱离另外一方而独立的存在。比如说，没有上就无所谓下，没有热就没有寒，没有男人、女人也将不存在。阴阳的这种对立制约、互根互用的关系，并不是处于绝对静止不变的状态，而是始终在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的过程中间维持着相对的平衡。阴阳的这种平衡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使阴阳对立双方各自向其相反的方向进行转化，而这种转化的条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物极必反。阴阳是事物相对属性的概括，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以及相互转化，说明阴阳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自从2300多年前《黄帝内经》这本书首先引入到医学以后，阴阳学说就始终贯穿在中医理论的各个方面。我们用阴阳学说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说明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同时用于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下面我们将从这四个方面来进行学习。首先，阴阳它说明了人体的组织结构，比如人身可以分为阴阳，胸腹部属阴，而腰背部属阳；五脏六腑可以分阴阳，其中五脏属阴，而六腑属阳。我们人体的物质我们称为正气，可以分为阴阳，其中血液和津液属阴，而气呢属阳，因此我们也称为阳气。那引起人体治病的邪气呢，也可以分阴阳，其中寒湿之邪为阴邪，风暑燥火之邪属阳邪。阴阳学说用于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其中生理是指的正常，也就是阴阳平衡，而病理呢，通常是指的阴阳失调。阴阳失调它包括4种病理变化，分别是指的阴阳偏盛、阴阳偏衰、阴阳互损和低水平的阴阳平衡。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阴阳平衡。当我们顺应四时的变化，起居有常、饮食有节的时候，
那么我们人体内属阴的寒性物质，比如血和津液等等，与属阳的热性物质，比如阳气，均可以充足平衡。不仅人体的体温维持正常的动态平衡，而且人体的抗病康复的能力也非常强。这样，人们既不怕冷也不怕热，既能够吃凉的食物，也能够吃热的食物。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而我们如果不能够顺应四时的变化，起居失常，饮食偏盛，就会导致阴阳平衡被打破，出现阴阳失调。其中正气不足，我们称为虚症；邪气亢盛，我们称为实症。首先，我们来学习一下阴阳偏盛的实症。其中盛是指的太过、多余的意思。阴阳偏盛有2种病理变化，阳盛和阴盛。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阳盛。阳盛是指的当阳邪过于亢盛，比如说火热之邪，或者是暑热太过，或者是吃了太过燥热的食物等等，都可以使我们人体的阳气绝对亢盛。当超过了人体自身的调节能力，就会表现为实热症。由于热能够损伤津液，所以实热症常常容易出现口干、咽干、鼻干、小便黄、大便干的症状。这就是相当于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病症——上火。那我们再看看阴盛。阴盛是指的阴邪过于亢盛，比如寒冷的天气，或者吃了太多寒冷的食物等等，都可以使我们人体体内的阴寒绝对的亢盛。当阴寒超过了人体自身的调节能力，就会表现出怕冷、往复冷痛，或者是拉肚子的实寒症。阳盛和阴盛都是感受了人体内不需要的多出来的邪气，病变呢通常是在平衡线以上，我们中医称之为是实症。所以治疗的原则应该采取用泻的方法来恢复平衡。其中实热我们采取由清热的方法，实寒采取散寒的方法来进行治疗。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阴阳偏衰的虚症。衰就是虚弱不足的意思，它也有2种病理变化，阳虚和阴虚。首先我们来学习一下阳虚。阳虚是人体体内属阳的热性物质不足，而阴寒相对偏盛所导致的。这也会表现出来怕冷，不过这种怕冷不是因为感受了寒邪，而是因为阳气不足所导致的，所以称之为是虚寒症。而阴虚是指的人体内属阴的寒性物质的不足，而阳热相对亢盛。同样的也会表现出来口干、咽干、鼻干、小便黄和大便干的上火的症状。而这种上火并不是因为感受了热邪所导致的，而是因为阴虚不能够制约抗阳，所以我们称之为虚热症，或者是虚火症。阳虚和阴虚都是人体内正常的物质不足所导致的，所以我们中医称之为是虚症。这种不足的虚症如何去治疗呢？当然，恢复平衡就是其治疗原则。那如何恢复平衡呢？虚症我们当然应该采取用补的方法去恢复平衡，比如补阴补阳，我们通常称之为是温阳或者是滋阴。阳虚或者是阴虚，如果不能够自身调节，或者也没有经过治疗，这种虚损会怎么变化呢？首先我们来看看阳虚。根据阴阳互根互用的原则，当阳不足的时候，阴也无所依靠，所以它只能够消损。同样的道理，当阴不足的时候，阳无所依靠，也会逐渐导致阳的耗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阳虚和阴虚如果持续发展的话，会导致阴阳两虚。阳虚和阴虚持续虚弱的话，它自身会寻求一个平衡点。这种平衡它正常吗？这种低水平的平衡，相对于高水平的平衡而言，它依然是不正常的状态。高水平的阴阳平衡，自我的调节能力很强，平衡不容易被打破，稍微冷一点、稍微热一点都不怕。而低水平的阴阳平衡却不容易维持，很容易被打破。这种人既怕冷也怕热，既不能够吃热的东西，也不能够吃凉的东西。吃热的时候呢，他容易上火，而吃凉的时候呢，他又很容易出现胃痛或者是拉肚子的表现。这种人
在不冷不热的环境里面，似乎是没有病的，但是这又不是属于正常的状态，很容易出现不舒服的表现，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亚健康状况。这种亚健康状况的实质呢，仍然是阴阳两虚的虚症，所以在治疗上面，我们仍然需要采取用补的原则去进行治疗。下面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当我们顺应四时的变化，起居有常，饮食有节，就会阴阳平衡，人就不会怕冷怕热。而当我们不适应四时的变化，就会出现阴阳偏盛偏衰，也就会表现出怕冷或者是上火的症状。学习了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间的应用，那么我们今天可以回答我们先前提出来2个问题。首先是为什么有人夏天会怕冷？怕冷其实有2个机理，我们刚才也学过。第一个呢就是阳虚，第二个呢就是寒邪所导致的。而炎热的夏天有没有寒邪呢？当然没有。所以夏天怕冷并不是因为寒邪所引起的，而是因为阳虚所导致的。这种阳虚的人不仅夏天怕冷，冬天会更冷，他一年四季都会觉得特别的冷。那对于阳虚，我们采取要用温补的方法来进行治疗，比如用红参、鹿茸、附子、干姜、桂皮、茴香和八角。而我们看一看后面的几个药物，比如说干姜、桂皮、茴香或者是八角，通常是我们生活中间卤味中间的食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一年四季都觉得怕冷的人，他吃卤味会觉得特别的舒服。下面我们来回答第2个问题。为什么有人会上火？上火也有2种机理，一个是实火，我们称为实热症；另外一个呢就是虚火，虚热症。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自身的物质的多少，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体质的好坏。上实火的人，我们称为实热症，通常体质会比较好，所以它是感受了火热之邪所导致的。而上虚火的人，通常体质不够健康，比如劳累或者是经常熬夜等等。这种虚火是与阴虚不足有关，而与热邪的关系并不是很大。实火呢，我们要采取泻的治疗原则，所以我们可以采取清热的方法去进行治疗。而虚火呢，我们就采取补的原则，所以我们可以用滋阴的方法去恢复平衡。比如下面这个凉茶店，我们看一看，大部分的药物都是清热解毒、清热祛湿的作用，还包括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到的菊花、金银花或者是虾三菊等等，这都是针对于实热进行治疗的。而罗汉果茶、杞菊清肝茶、西洋参、麦冬或者是清补凉等等，它们具有滋阴清热的作用，可以针对虚热进行调理治疗。然而市面上的凉茶清热泻实火的比较多见，再加上广告的宣传，比如怕上火就喝凉茶等等。如果不问实火或者是虚火，而直接选择用泻实火的凉茶去喝，就会带来很多的副作用。下面我们看一看，凉茶能不能像茶那样去喝呢？比如说阳盛的实热症，如果我们喝清热泻火的凉茶，自然可以恢复平衡，这个可以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仍然按照广告词去走，怕上火就喝凉茶，那继续喝凉茶就可能会导致我们的阳气虚弱，原来的阳盛的实热症就会变成阳虚的虚寒症。而对虚火症呢，如果我们也喝清热泻火的凉茶，它的确也可以使多余的火泻下去，但这样会导致人体的阴阳更加虚损。喝凉茶其实需要根据人体的体质去选择，不能够用凉茶太过，只有这样才能够符合阴阳学说的平衡的原则。最后我们小结一下，阴阳学说也就是二元论，是中医理论的核心，它始终贯穿在中医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当阴阳平衡的时候，人体就维持正常的生理的功能；当阴阳失调，人体就会出现各种病理变化。当阴或者是阳偏盛，这原则是以泻恢复平衡；而阴或者是阳偏衰的时候呢，这类原则就是以补来恢复平衡。
只有阴阳平衡，人才不容易生病，也才能够健康长寿，颐养天年。